如月车站，凌晨1点17分，整个城市庞佛被一块巨大的黑色布幕所笼罩，万籁俱寂。末班电车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花声，摇摇晃晃地驶入了深邃的隧道。我坐在车厢里，感觉自己像是被世界遗忘的一粒尘埃。长时间的加班让我的眼睛又酸又胀，我无力地揉了揉手机荧幕的光，映出我那疲惫不堪的脸，面色苍白，黑眼圈浓重，眼神中满是困倦。加班到这个点，连计程车都难叫到，我只能无奈地选择搭乘这班开往常去郊区的西路岛线。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我和对面一位头发花白、穿着旧外套的老伯。老伯微微闭着眼睛，头随着电车的晃动有节奏地轻点住，发出轻微的鼾声。窗外一片漆黑，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偶尔会有零星的灯火如流星般掠过，转瞬即逝。我无聊地低下头，滑动住手机荧幕，试图用一些无聊的资讯驱散着深夜的困意和孤独。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缓缓地停靠了下来。我不经意抬头，看到站名显示器上闪烁住几个陌生的汉字，如月。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条线路我已经搭乘了3年，每天往返于公司或家之间，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熟悉它，可从来没听说过有如月站。我急忙掏出手机，打开地图软体，但 GPS 讯号却极其微弱，荧幕上的定位图示在一片空白区域里闪烁不定，庞佛迷失在茫茫大海中的船只。这时，车门叮的一声打开了，一股冷冽的风如冰刀般灌入车厢，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探出头望向月台，那里空无一人，寂静的让人毛骨悚然，只有一个老旧的木质站牌歪斜地立在那里，上面的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斑驳的木头纹理，庞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有人吗？我壮着胆子试探地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月台和周围的山峦间回荡，然后渐渐消散，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心里开始有些发慌，再回头一看，对面的老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了车，他的背影在月台尽头的雾气中渐渐模糊，最终消失不见。我心里一紧，慌忙追了出去，然而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有荒草漫生的铁轨，两侧是无尽的沙木林，沙木高大挺拔，枝叶交错，在黑暗中宛如一个个沉默的巨人。我走到站牌背面，发现上面刻着一些模糊的字，昭和12年设定。这几个字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神秘，庞佛隐藏住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2CH 论坛跳出了新的讯息，我刚发的求助贴文竟然有了回应。网友 A， 快离开，如月站不存在于现实。这条回复让我的心猛地一紧，一种莫名的恐惧开始在心底蔓延。网友 B， 听说7年前有女孩在那失踪，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女孩在这阴森的月台上无助徘徊的画面。网友 C， 你身后是不是有穿白和服的女人？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庞佛有一股电流从头顶贯穿全身，猛地回头，只见在月台边缘，一道苍白的身影静静地站立住，宛如一尊冰冷的雕像。她的长发如黑的瀑布般垂至腰际，手中提着一盏褪色的红灯笼，灯光在夜风中摇曳不定，散发出诡异的红光。当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时，我差点尖叫出声。她没有脸，只有一片平滑的肌肤，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恐怖。下一班车几点？我颤抖着声音问道，声音小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他缓缓地抬起手指向铁轨，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微弱的车灯穿透了层层雾气，像是2颗诡异的眼睛。可让我惊恐的是，那列车竟是逆向驶来，从我刚离开的方向。就在这时，手机荧幕开始闪烁， GPS 突然恢复了正常，定位图标一下子跳到了静冈县深山的位置，距离最近的车站竟然有30公里。紧接住，最后一则回复弹了出来，网友 D， 别上那班车，那是银魂列车，专载迷途者前往黄泉、如月及2月，古称4月。我的双腿开始发软，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陷阱里的猎物，无处可逃。列车缓缓进站，车门敞开着，里面空无一人，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司机座上一顶就是车长帽静静地放置着，帽檐下飘出缕缕黑发，庞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纵住这一切。我战战兢兢地往车厢内看去，只见对面座位上坐着刚才的老伯，他慢慢地转过头来，我看到他的眼窝是2个黑洞，没有一丝光亮，嘴角咧到了耳根，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脸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像是一张风前的老树皮。小姐，
你落了东西。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庞福从地狱深处传来。他递来的正是我3小时前在公司遗失的工牌。看到工牌的那一刻，我只觉得头皮发麻，全身的血液庞福凝固了。此时雾气变得更浓了，像一层厚厚的白色纱幕，将整个月台和列车都包裹起来。远处隐约传来太鼓的声音，那节奏就像我的心跳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烈。白影女子提起灯笼，那光晕将周围的雾气染成了诡异的红色，庞福是鲜血的颜色。我惊恐地退向铁轨，慌乱中脚下绊到了什么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半截生锈的铁轨，旁边散落着一张风化的学生证。我颤抖着捡起学生证，看到照片上的女孩，眉眼睛与我有7分相似。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涌上心头。就在这时，手机电量骤降至1%，荧幕上最后一则讯息跳出：网友 E， 快沿铁轨往东走，黎明前必须离开，但记住千万别回头，别应声，别数身后的脚步声。列车鸣笛了，那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庞福是死神的召唤，我不敢有丝毫犹豫，拔腿就往铁轨东边狂奔而去。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如鬼魅般如影随形，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我的心上。风在耳边呼啸，风中还飘来清脆的铃铛声，那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让人骨髓发寒。不知跑了多久，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呼吸也变得急促而困难。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一丝曙光洒在了我的身上。前方出现了熟悉的站牌，远州森站。我一下子瘫软在地，庞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雾气已经散尽，只有蜿蜒的铁轨消失在山林深处，庞福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就在这时，手机自动关机了。在最后一格电量时，手机荧幕映出我的脸以及肩头搭着一只苍白的手。后记：2004年1月，2CH 论坛出现名为莲石的用户于深夜直播误入如月站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画面中的他越来越惊恐，声音也越来越颤抖。突然，画面一阵雪花闪烁，最终信号中断。7年后，有人在静冈山区发现了他的手机，屏幕定格在最后一条未发出的信息：我好像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而西鹿岛线的列车员至今坚称，每逢2月雪夜，调度系统偶尔会显示一个不存在的停靠站如月站。每当说起这件事，他们的眼神中都会闪过一丝恐惧和疑惑。庞福那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但无人敢停车。